今天这事儿都赶到一块儿了。我婆婆骨髓结果出来了，老二也睡着了，我妈也上班去了，我爸又回老家了，老大的眼镜也坏了，还得给他修眼镜去。把我老公送到我妈那儿去了，让我老公守着老二。我婆婆的事儿更重要，先去医院看看怎么回事。你老一回来，俺奶奶就许愿呀。我奶奶也不愿许愿呀，这不是赶上了，你姐回来了，愿看看奶奶就看看去。医生给开了一个建议，我们再去找胸科的主治医生，问问看看下一步怎么治疗。再吃着靶向药，那个血小板又下降；不吃靶向药，这个肺部这边就又受影响。所以说接下来看看不吃靶向药的情况下，看看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方案。他入学能保证吗？保证是暂时的，不这样。已经问完主治医生了，说暂时先停2周的靶向药，看看服用这个升血小板的药，看看能不能回升。如果血小板的药能回升的话，那可能就是靶向药引起的。然后接下来的话，这个靶向药看看能不能换其他的药，或者是不适合吃其他的靶向药的情况下，只能化疗加免疫治疗。哎，真的发愁啊！你们有这种情况的吗？有这种情况，你们给点建议。哎呀，真的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着了。不吃靶向药，我就害怕他这个肺上，他说在疼，然后他主要是淋巴结复发，他这个顶着老咳嗽。如果说吃靶向药的话，又影响血小板，现在就是两者矛盾。如果吃着靶向药，再吃着升血小板的药，基本上是升不上来。那现在是真麻烦啊！有好多人给建议吃中药，我也联系了中医，中医说只吃中药不行，得配合着吃中药。那现在真的是发愁啊，都不行。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，赶紧告诉我。你真难吗？不是我真难，是我奶奶真难。奶奶难受。咋叫真难？小人到中年脑困难，还有老小的，就怕这老爷生病。出不了院了，那个心脏早搏还有点事儿呢。哎呀，这是我家也小孩了，咱我想的太简单了，我以为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接下来就打那个血小板的那个针儿就可以了。我婆婆现在有早搏比较严重，然后现在给她加了药了，现在在观察。早搏这个如果要是再出现的频率高的话，还得再做一个什么消融手术，现在在观察，然后在这儿还得打那个什么血小板的那个针儿，暂时先出不了院，再观察几天。